FX30这个机型对我来说真的还是挺离谱的，不是说它机身还是画质什么的，而是我以前签了一个保密协议，我拿着样机出去拍片，一点风吹草动我就恨不得立刻遁地，尤其是当我遇到粉丝的时候，他们过来跟我打招呼要拍照，然后第一步就是立刻往前一步挡住这个机身，然后疯狂流冷汗。但是 FX30不是这样的，这玩意儿我可以大摇大摆在各种玩家面前晃悠，直到今天解禁我也没有失手。那是因为它和 FX3 区别真的是太小了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螺丝口变成黑的，然后少了几个小东西，然后机身上多了这么一个0，就这样，这就是 FX30。那简而言之，它就是一台 APS-C 版的 FX3，这就是它的定位，这就是索尼 Cinema 产品线目前最便宜的机型。那其实我会很好奇你对 APS-C 这个画幅的看法，你觉得你会用1万多的价格去买一台不是专门为视频设计的全画幅机型，还是说花钱去买一台专业视频但是是 APS-C 画幅的摄影机？那其实我想这也是大多数朋友所纠结的地方，毕竟佳能 R6、A7M4 它都在这个价格区间。而在用了一些时间以后，我对 FX30现在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概括，索尼推出它的目的就是想让它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。那它好吗？它真的挺好的，有很多竞品都没有的专业功能。那它有缺陷吗？它有，但它不是那种厂家没有想到而诞生的缺陷，我可以说到很久，而是明显是为了成本和生产。工程师老哥大概率在研发的时候就是那种，哎呀，这个功能砍了我真的好心痛啊！但是一想到用户是年轻人，他们能吃苦、能学习、会调研、有朝气，就是没有钱，所以他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的。然后啪，这个功能就没了。所以这就是 FX30，一个需要年轻人克服一些困难才会变得好用的电影机。看完样片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次我们也分享了一些素材的原文件在官网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看一看，这是我们的老传统，你可以调色或者干什么都可以。那也欢迎你给我们个3连，非常感谢。那么这次先从画质开始，在录制规格上单看参数 ，FX30 和 FX3 它也非常接近，最高支持 4K 120帧10比特422的录制规格，那这个挺好的，毕竟这个价位有这个参数的机型其实不是很多。但是既然是年轻人的电影机，那想必有一些限制是必须要年轻人去克服的。那首先，它的 4K 120帧和 FX3 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它会在 APS-C 的画幅上再有一个大的裁切，其实这样一裁都已经挺接近 M43 传感器了，也和松下 GH6 差不多。那其次呢，在这个模式之下，它的自动对焦能力是会变弱的，你是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现象的，它会出现像这样的抽搐，还有拉风箱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把 FX30 的画面拿来和 FX3 对比，尤其是高 ISO 的环境之下，那这两者的表现就不在一个层级了。FX3 和 A7S3 现在仍然在微单里面保持着最强大的 4K 120帧的升格表现。如果你买 FX30 的目的是为了拍摄 4K 120帧，那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做好很好的灯光环境，还要做好手动对焦的心理准备，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。但接下来是挺有意思的，假如你的目的不是拍摄 4K 120帧，而是拍摄 4K 50帧，那 FX30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会比 FX3 要好的。那当然不是说这个整体而是在锐度和解析力上，你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明显。
那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讲过原因，就是 FX3 和 A7S3，它强是强在它的传感器是1200万像素的，所以它数据读出很快，性能也非常强。但是缺点是它没有特别高分辨率的超采样，所以解析力上它反而是会输给具有 7K 超采样的 A7M4，具有 8K 超采样的 R5，或者是这次具有 6K 超采样的 FX30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拍 4K120，FX30的画质在我看来还是非常能打的，非常锐利干净，对焦也就没了问题，而且还有10比特422。这基本说下来就像是一个当初我们期待很久的索尼6700或者6900，只不过换了个外形，还有它的名字。那当然 FX30 还是没有内置 RAW， 没有 ProRes， 但是你可以通过 HDMI 接口外接一个录机来录制16比特色深的 RAW 文件，只是这个东西有点折腾，我个人是不推荐的。那内录编码的话，现在你仍然有 XAVC-HS、XAVC-S、XAVC-SI， 非常绕口。那其中码率最高的是 XAVC-SI， 有500 Mbps 每秒，那支持你用一张80GB 的卡拍摄20分钟左右。那在我看来，最适合大部分人工作的编码应该是 XAVC-S， 那最大码率是200 Mbps 每秒，并且使用的是 H.264 的编码，所以后期的压力会比使用 H.265 编码的 XAVC-HS 要小很多。索尼能不能就直接用 H.265？ 我真的好烦。那在编码上，其实现在因为苹果 ARM 架构慢慢变得完整，所以理论上 H.264 还有 H.265， 你拿来直接剪，相比几年以前也要流畅很多，问题不算很大。所以在记录参数上，我对 FX30 其实没有什么意見。如果 4K 120帧的表现能够再好一点，那它在竞品里面应该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大杀四方。现在我们来讲外观 ，FX30 机身里的传感器，你当然不用想，不会和 FX3 是一样的。现在用的是这块 APS-C 画幅的2600万像素的背照式传感器。那乍一看 FX30 和 FX3 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到了上手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发现索尼为年轻人做的准备有很多细微的差别。首先是它的机身比 FX3 要轻一点，大概是10%左右，并且它的按键啊，这是最离谱的。虽然看着和 FX3 一样，但是索尼刀法精准，实际材料是不一样的。在使用过程中，如果你按它的力度不够，这个按键就会容易没有反应。不过我们年轻人可以克服。FX30 的这个机身，如果你刚从 A7 转换过来，那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。但是用久以后，我觉得你是能够感受到效率的提升的。独立的色温、ISO， 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放大对焦键，那它都有，并且每个参数你都可以上锁，防止你误触。那如果你搭配电动变焦镜头，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快门键的拨杆来丝滑的变焦，这是我切换回 A7 系列以后最怀念的一个功能。电动变焦配这个拨杆真的很舒服，尤其是拍纪录片。那这个外观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，只要你装上 FX3 的配件，你就真的可以扮老虎吃猪，真的是要特别懂行的人才有可能能够认出来你用的不是 FX3，而是 FX30。挺值的。索尼这次倒是没有沿用那块 FX3 和 A7S3 上面144万像素的屏幕，那块屏幕我觉得真的不算好。那这次 FX30 采用的是一块236万像素的 LCD 屏幕，官方说它的亮度是有所提升的，但是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。不过这个偏色问题倒是比上一代要优化了不少，所以说如果你特别害怕翻车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在外接一个屏幕，可能会更保险一点。其实相比屏幕 ，FX 系列我觉得还是它菜单在最近2.0固件更新之后，和 A7 系列算是彻底拉开了差距。尤其是菜单逻辑我会更喜欢一点，现在不会轻易遮挡你的画面，音频显示也要阳间很多，也能够看到时间码。那这些好的地方 ，FX30 它都继承了下来。在一级菜单你就可以找到主要的拍摄参数，包括格式化，而且可以直接触屏来控制。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了，对吧？如果我这个触屏脏了怎么办？我心爱的 FX30 不是很难看吗？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和年轻人克服。无尘纳米清洁布台从 SmartFox 高效空气纳入技术，有超声波切割，在无尘车间里面真空包装，擦拭起来无水渍、无毛屑、无划痕、无静电。擦屏幕、擦镜头、擦眼睛，样样精通。视频发布3天内有特殊折扣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，非常感谢。那言归正传，在接口方面 ，FX30 仍然有着全尺寸的 HDMI、3.5毫米音频接口、耳机接口、Type-C， 还有 Multi Control 接口，以及机身热靴上的这个电子触点，这个是索尼比较特别的一点，支持使用索尼原生的麦克风，这样的话不需要接线，在拍 Vlog 的时候还是挺有帮助的。那这次 FX30 其实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带了上手提的版本，一个是不带的。那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是不买带上手提的版本。那不是说这个 XLR 接口或者这个提手不好，而是这个玩意它要加不少钱，足够你再去买一个独立的录机或者是一个无线麦克风套装了。所以除非你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体化体验，否则我还是会更推荐采用这个另外的方案。
存储方面，这次 FX30 提供了2个兼容性卡槽，支持你使用 SD 卡还有 Type A 的内存卡都可以插进去。那虽然考虑的已经非常周到了，但是大数据量的文件对这个卡数要求也很高。索尼自己的 CFA 卡又是年轻人实在是没法承受的昂贵。那我们自己很早就尝试研究过做第三方的 CFA 卡，但是它的热量控制真的还是挺难的，也容易丢数据，我们也就只能作罢。只不过我没想到居然还能有更魔幻的解决方案冒出来，像铁头给我们寄了这么一个样品。这个新推出的硬盘手柄，这不是卡反啊，就是单纯寄给我们试试的。它把512G 的容量集成到这个手柄上面，然后通过这么一个假的Type A 的舌头伸进 FX30 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数据直接给录进硬盘里面了。这个方案他们能想出来，我反正是真的服的。但是性价比当然会比原厂高，可靠性的话我是没法确认的。而且考卡的话，现在你就需要通过这个 C 口，所以传素材要么就是拆手柄，要么就是把整个相机给拿去烤。但反正也是个解决方案，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数据方面，反正我看得出索尼老哥肯定是想过的，这个问题年轻人自己克服。FX30 相比 A7 系列现在多出了一个 log 设置界面，你会有3种模式：灵活 ISO、Cine EI 还有 Cine EI 快速。那关于 EI 还有 ISO 的区别，我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和你讲一下。ISO 其实就是你调到多亮，机内就帮你把增益调到这个亮度，就写进文件里，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方案。而 EI 的话呢，它是不太一样的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帮助你在前期曝光的工具，注意这是工具，它不会改变你后期文件的亮度。那比如这个很直观，这是1600 EI 拍的，这个是3200 EI 拍的。你看这2个文件它的亮度在真正记录下来以后，它其实是没有变化的，只有在相机屏幕上是不一样的亮度。它其实曝光的 ISO 既不是1600，也不是3200，而是 FX30 的原生数值800。这你是不是听得超级迷糊？它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答案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常规相机，你像那样调整 ISO， 其实你会对相机的曝光还有宽容度是产生影响的。简单来说，它的动态范围是不会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的。那像这个画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。低 ISO 的情况下，虽然曝光是一样的，但是高光信息它就缺少了。而 EI 呢，是索尼强制你在相机特定的 ISO， 也就是它的原生 ISO 上完成曝光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模式之下，其实你只有2个 ISO，800还有2500。在 EI 模式之下，当后缀数字是 L 的时候 ，base ISO 就是800，而后缀数字是 H 的时候，那就是2500的原生 ISO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胶片，胶片它是没法调 ISO 的，对吧？你需要调整曝光，那就只能调整光圈、快门、现场的灯光或者 ND 滤镜。那这样的优点就是你能把 FX30 的性能和动态范围都最大化。那缺点就是你的后期调色会麻烦一点，对你的影视知识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。这是一个有点难以理解的东西，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来讲一下。但在电影行业，尤其是你拍胶片的时候，还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知识。那 FX30 和 HX3 这种微单线，除了这种 EI， 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区别，就是它有时间码。那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们过去讲时间码的这个视频，它的意义就是在多机位或者是外接录音设备的拍摄中，帮助你在后期快速的对轨或者同步。那这个功能吧，非常专业，能有正好 FX30啊，太不错了。但是蛋疼的来了，你想要 FX30实现内置的时间码，你就必须要加买一个索尼的配件，就是这根索尼原厂的线，这个线它一根就要1000多块钱。这问题年轻人真的克服不了啊，哥，索尼，我还是希望索尼或者副厂能够推出一些价格更合理的配件，谢谢。动态范围上 FX30是14档，比 FX3要低一档。那这一档的差别我们实际测下来是低在了暗部，所以除非是光照环境特别差，或者你特别需要暗部细节，否则我觉得影响也不算很大。但相比同级别的机型，它的表现我觉得也算是可圈可点。我个人能够接受的 ISO 极限是6400，因为到了8000这一档的话，噪点就会变得非常明显。那不同于富士 XH2S 的堆栈式传感器 ，FX30采用的是背照式传感器，所以它的果冻效应表现其实不算太好，动得一块，你还是会看到像这样的明显的瑕疵的。那这一点是年轻人不太乐意，但是会需要你去克服的一个问题。FX30在对焦和防抖性能上，那都还算不错。对焦上索尼一直是第一梯队，只要你不是升格模式，你基本上是不用担心它的追焦的。我们拍了飞机，也拍了人，效果都还是不错的。防抖的话，搭配70-200GM 的2代，手持也能够获得相当可用的画面。那只不过和过去的索尼机型差别也不算很大。所以其实到头来，我不可能跳出来和你说 APS-C 就是比全画幅好。那答案就是全画幅采集的光就是比 APS-C 多，这是一个物理法则，它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但可能小画幅最大的优势还是镜头体积还有价格。那这一点你说不重要吧？那它也还是挺重要的，这是钱，对吧？那比如这些镜头 FX3 它都用不了，但是 FX30可以用。那特别是索尼这几年一直在发力做这个电动定焦镜头，
它的可玩性非常高，搭配稳定执行可以实现一个非常顺滑的滑动变焦的效果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那再说回到开头的那个梗 ，FX30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水桶的 APS-C 相机，就是一个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的相机。索尼做的也确实不错，再加上一卡口的镜头生态比佳能 RF 要开放很多，你的选择会非常丰富。那只不过升格 APS-C 还有果冻，还有一些小配件会让我觉得有这么一点咯噔。那你觉得在这个价位 FX30对你来说值得吗？你会考虑买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影机吗？那不过索尼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下棋高手，你看这一眨眼才2-3年的时间，重构的 Cinema Line 这个产品线，它基本就从1万块钱覆盖到了好莱坞级别的 Venice 2的几十万上百万，那非常强。那现在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索尼在 FX9 还有 Venice 之间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空缺的，就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的价位，我赌是会有个产品出现的，这是我瞎猜的，但是我觉得会有可能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期 FX30评测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会对我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